你好，请问一下，刚才车祸的病人在哪个房间1515。谢谢。护士，这个病床的病人呢？刚才还在呢。所以他去哪儿了？为什么不看好他？先生，我没办法限制病人的人身自由。车祸病人如果出现2次伤害怎么办？你们负得了责任吗？我告诉你，如果他出现任何问题，我会告你的。先生，您先冷静一下。对不起。景致，你跑哪儿去了？我去缴费啊。伤到哪里了？没事吧？我还没做检查呢。我平时就喜欢待在家里学学做菜，看看电影，看看书什么的。啊，我也是，主要平时工作也比较忙嘛，然后空闲时间就不想搞太累了。那您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女朋友呢？身高165以上，颜值中等，主要性格要好，有个稳定的工作，基本上就这些。那听上去我都很符合。不，你已经超出标准了。那聂小姐找男朋友有什么要求吗？我只要他记得最爱的人是我就够了。啊，我记忆力非常不错的，有机会你可以考验一下。好啊。不介意加个人吗？你是谁啊？不重要。我刚才听2位的聊天，我有几个疑问，想跟你们聊聊。你能接受你的女朋友跟男老板形影不离，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吗？这个不太方便吧？好，你能接受你的女朋友24小时待命，随时听候老板的差遣吗？啊，我当然是支持女性工作的，但是这个公和私总要还是分开一下。很好，你能接受你的女朋友一直深爱着一个比你各方面条件都更优秀的男人？这当然不行。非常好，听见了吗？你不符合他找女朋友的标准。标准是可以因人而异的嘛。哎，等等，你刚刚说的这些都是聂小姐？没错。你们认识？我刚才忘了介绍，我就是我刚才口中所说的男老板。哦，现在终于安静了。让一让。干嘛去？本来我还为今天的相亲行程安排了别的东西，结果呢，托您的福，我现在只能一个人去了。我送你去。这个时间你不是应该在北京出差吗？公司有急事，我回来了。那你去公司啊，你跑过来搅和我的相亲，碰巧遇到了，看不过眼罢了。请问我的相亲哪里让你看不过眼了？作为我的首席秘书，你找男人至少也有点水准吧？那个格子衬衫不适合你。什么格子衬衫？人家有名字的，叫泽楷，名字好听得很呢。不过理性的来说，泽楷确实不是一个优秀的男朋友人选。但我要找的是一个结婚对象，毫无疑问，泽楷会是一个优秀的丈夫。你脑子没撞坏？哎，你注意安全啊！你看啊，泽楷的性格那么好，到时候生活琐事上呢，肯定会很好的沟通。而且他的工作每天只需要跟电脑啊、代码啊打交道，单位女同事都是个位数，出轨风险也小。最重要的是，我妈也喜欢他。你妈也喜欢，那你呢？你能跟一个毫无品味、跟你没有共同语言的男人生活一辈子吗？只要他记得爱我，我就愿意。呵呵，切。严景正。
呵呵什么？你管我？好好开车。我好好开车呢，我不知道去哪儿。哎，要不掉头回去见你的泽凯？前面右转。我不。请慢用。既然都来了，不打算聊聊吗？还记得这里吗？不记得。 5年前，在这个餐厅，这个位置上，你跟我求的婚。对你来说是美好的回忆，对我来说完全陌生。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你一个人的痛苦。以前都是你给我讲星星的故事，今天也换我给你讲一个吧。 在罗马神话中，金星是爱与美的化身。罗马人都叫她维纳斯。维纳斯曾经与一位英俊的猎人相爱，但他怕猎人打猎太危险，便劝猎人不要去捕猎那些凶猛的大型野兽。猎人不以为然，维纳斯一气之下便离他而去，飞向了神邸。没过多久，猎人在一次捕猎中 被一头凶性大发的野猪撞死。维纳斯在半空中听到爱人的身影，他飞向地面，却只看到猎人浑身是血的尸体。那一刻，他最后悔的，就是当初没有陪在他的身边。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办法改变猎人的天性，到时候结果是一样的。不试一试，怎么知道结果会如何呢？我觉得你还没有考虑清楚，我们改天再聊吧。我已经考虑清楚了，所以我带你来这儿，我就是想在当初结束的地方，我们重新开始。严景之，我不管未来你是否记得我，我都愿意在你的身边，陪你一起面对。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吗？就算我们今天在一起了，明天我有可能会忘记。我不想浪费你的时间和感情。你知道我最后悔的是什么吗？我最后悔的就是当初我自以为是的离开了你。我满心的以为我们都可以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但事实证明，我们都办不到。既然这样，不如我们让一切都回到原点，顺应自己的心意。无论未来是什么，我跟你一起走下去，好吗？你会后悔的。也许吧，但我不会为了未知的事，放弃眼前的幸福。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决定好了吗？
早，星辰姐早。哎，童心今天怎么迟到了？啊，你说小童心啊，请病假了。这孩子跟他说了多少遍，就是不听，一天到晚的玩电脑、看手机啊，点外卖，还一点都不运动，身体能好吗？你还好吗？没事儿，休息一下又是一条好汉。想去哪儿拍就去哪儿拍的伯爵旅拍，带您进入正片内容。严总，这是商场5周年庆典的策划案，您过目一下。放这儿就行了。对了，这周末行程取消了，您看您是过来加班还是准备休息啊？你想干啥？我想和男朋友约会喽。可以，聂秘书说了算。严总怎么这么好？对你好，最后取悦的也是我自己。过来。等一下，你现在是老板还是男朋友？男朋友。那不去。为什么？我们老板很凶的，他说不能离私事影响到工作。聂秘书，过来一下。老板有什么吩咐吗？我胸口疼，帮我揉一下。严求治在公司里能不能正经一点？如果全公司都知道你是我的女朋友，到时候我再把你忘了，你不是更有保障？这种靠绯闻撑场面太没有技术含量了。我已经想到更实用的办法。说来听听。说完了。挑明。愣着干嘛？进来啊！你说我约了这么久，你就请我吃串串啊？包场的待遇，配得上赵总的身份了。那说明我在甄小姐心里还挺重要的。想吃什么随便点。那我就不客气了。哇！你吃过这个？当然吃过了，创业那会儿天天跟公司的人一起吃。不过那个时候呢，只敢点面和青菜啊，什么肉啊、丸子啊，这都是奢侈品。今天我得吃够本。今天我就让你吃够本再走。今天我给吃穷你。随意。哇！哎呦呦呦！哇！你要喝什么？我去拿。哎，别动，这种事情让男人来。什么？可乐。好嘞。哇！哎，常温的。都有迷住了？我呸！哎呀！哇！还是上学那个味道，一点都没有变。你毕业之后就没吃过了？当艺人之后必须要控制饮食，
之前呢是经纪人看着我不让我吃，之后我意识到上帝发胖之后再也没有碰过这东西了，所以我跟你一样，吃一顿都是奢侈。哎，对了，包场就要有包场的气势。岩井志先生，请问你在做什么呀？需不需要场外协助？暂时不需要你的帮助。你在拍视频啊？对啊。这就是你说的使用的办法。我们可以拍一些生活的日常，这样万一你以后又忘了，这些视频也可以告诉你我们曾经在一起过。最好是用不到，那我们就留作纪念，以后当传家宝。来，下个，咦，大特写，拍这边侧脸比较帅。臭美。这儿给个特写。还指挥我呢，好好切。男朋友的肩膀给你靠。不用了，我坐久了，起来运动运动。怎么了，景致？你是不是有点晕血啊？没有，就是忽然头有点痛。那不看了吧，你进去休息吧。那你陪我一起吧。我每天晚上都要跟我妈视频呢，现在时间差不多，我回去了。晚安。晚安。
爽，又长又爽，整得我上不来气儿。你说我是不是得胖？我吃了这么多。不会，多运动运动就好了。哎，这不是你母校附近吗？走啊，逛逛去。母校就改天吧，被认出来太麻烦了。改什么天啊？择日不如撞日。太麻烦了，你不知道。是包场吗？啊？真念。啊，不好意思，你认错人了。我是你的粉丝，不可能认错的，就是你。跟我拍张照吧。哎，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听我说。咱们今天既然碰到了，不如就一起拍个照，怎么样？好。后排的人把手机拿出来，对，拿出来，蹲低一点，前面的人蹲低一点，来，准备，3、2、1，跑！慢点，慢点！哎，脚，哎痛！我发现了，跟你出来不仅要全副武装，还得穿运动鞋。痛啊！当然。没有，我们都找过了。太可惜了。还要不签名呢？往这边走了。去这边啊？去这边找找。走，要不咱们去那边找找。阿姨，您这也太酷了吧！景致，你看，你怎么没什么反应啊？我习惯了。哈尼啊，谢谢你来接我。应该的，阿姨。哎呀，宝贝儿子，你怎么又瘦了？叶女士，你每次开场白都这一句。那你就是瘦嘛。生病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啊？你不是去参加什么哈雷拉力赛了吗？那肯定是你重要嘛！要不是子玉跟我说啊，我都不知道你生病了呢。阿姨，她这个不是器质性的问题，所以不会影响身体健康的。真的吗？您放心。那就好。阿姨，改天你也教教我怎么像你打扮这么酷啊！啊，太好看了啊！是吗？你喜欢？当然喜欢啊！那好，改天我教你。您吃点水果。星辰啊，趁着景致不在，我们聊点心里话。好啊。自从子玉把景致的病情告诉我以后，作为母亲，我真的非常感谢你，愿意陪在我儿子身边。您不怪我吗？如果不是我，他可能也不会一而再的失忆。我怎么会怪你呢？就是因为你，景致才变成了一个懂得爱的人，没有像他父亲一样成为一台赚钱机器。而且就算要怪，那也得怪我呀。是我自己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
您别这么说，我想问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景致小时候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对他刺激很大？他小时候挺好的，我没有。我想到一件事。景致他有没有跟你提过，他父亲的事业心很强啊？我有听他提到过。我们刚结婚那年呢，感情也怪我太冲动了。妈妈，你醒醒啊！景致，回来呀，妈妈！出院以后啊，我跟景致的父亲办理了离婚手续，景致跟着他爸爸生活。从那以后，景致好像也不记得当天发生的事情，我们自然也没有再提起。我是真的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对景致造成影响。我看书里说，人脑中会储存潜意识的记忆，可能连你自己都意识不到，它对你有多大影响。这件事会不会跟他的病情有关？严先生，您会经常做梦吗？有没有特别记得的情景啊？我经常会梦到一些片段，梦见一个女人带血的手腕，还有一地的血。这是单纯的噩梦，还是你曾经亲眼见过的画面？我不确定。星辰啊，都进去这么长时间了，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啊？我觉得时间长是好事，说明他愿意配合医生啊。没事，咱们再等等吧。刚才您母亲找我交流过，我了解到，在您8岁的那年，曾亲眼目睹过她轻生的一幕，也就是你梦中出现的画面。你是说，那为什么我自己完全没有这段记忆？一个人在受到外部刺激后，会选择性的忘记、不愿意记得或逃避一些人和事。虽然你不记得这件往事，
但它在你的潜意识中造成了很深的影响。所以，我失忆和这段记忆有关。目前看来是这样的。由于你从小目睹了父母因为爱情闹得两败俱伤的情景，所以潜意识中你既渴望得到爱情，又害怕被他所伤。你的意思是，我害怕受伤，所以选择忘记？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是这样的。事实证明，你一旦陷入了爱情，就会启动内心深处的自我保护机制，从而忘记与恋人有关的一切。那如果我配合治疗，有机会痊愈吗？理论上来讲，只要你能打开心结，就可以恢复正常的心理功能的。不过每个人的情况和配合程度都有差异性，对治疗时间和结果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下周见。谢谢。怎么样？怎么说？我每周都会来3次。好，那我帮你安排工作时间。谢谢。你先这边坐一下吧，我去给你拿点喝的。叶女士，有什么想说的就说吧，不然他不敢回来了。那个事儿，医生都跟你说了吧？宝贝，妈妈对不起你。哎，我不但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我还成了你人生路上的绊脚石了。我要早知道是这样。
不是答应我要回家的吗？对于国际国内的旅游发展趋势呢，我现在来讲解一下。21世纪的世界旅游发展对景区内容。欣珍姐，你看一下这个，走。吃饭，尝尝这个。哎呀，那我走了。我儿子可就交给你了。放心吧，阿姨，有情况我随时跟您更新。您比赛的时候可千万要注意安全啊！哎呦，我是真想让你赶紧成为我的儿媳妇儿呢。好了好了，不说了，那我先走了啊。回头发照片给你啊。好，来抱抱。阿姨一路平安。走了啊。拜拜拜拜。你好，请问一下，刚才车祸的病人在哪个房间1515。谢谢。护士，这个病床的病人呢？刚才还在呢。所以他去哪儿了？为什么不看好他？先生，我没办法限制病人的人身自由。车祸病人如果出现2次伤害怎么办？你们负得了责任吗？我告诉你，如果他出现任何问题，我会告你的。先生，您先冷静一下。对不起。景致。你跑哪儿去了？我去缴费啊。伤到哪里了？没事吧？我还没做检查呢。
底怎么样？你说句话呀！听说刚刚某人大闹我们的病房，还要告我们的医院，我不得看仔细一点啊！韩医生，我没事吧？万幸，没什么大事。否则啊，连着2次脑部受伤，某人怕是要抓狂了。谢谢韩医生。聂小姐，你千万注意，不能再疲劳驾驶了。这一次没受什么伤已经是万幸了，你这样是对自己和他人的性命极其的不负责任。疲劳驾驶。聂小姐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外加没有休息好，所以导致了精神有点恍惚，判断力下降的情况。都是我不好。没事了，我没觉得特别累，我就是一时走神了嘛。我下次一定会注意的。没有下次，近期不许开车。好了，知道了。那没什么事，我们先回家吧。好，我把车开到楼下等你。你等会儿把它锁下来。好凶啊！聂小姐，你们最近总裁办很忙吗？和以前差不多吧。我知道了，我回去以后肯定会好好休息的。其实我不是在说你。啊，你是想问童心的情况吧？他已经2天没接我的电话了。吵架了？没有吧？韩医生，一段感情里，如果一直只有一方主动，那他总是会累的。一旦他累了，那他就没有期待了。懂吗？你好好想想吧，我先走了，不用送我了。难道童心当粉丝当累了吗？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吧。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就是撞了一下，过2天就好了。你这么累，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不累，就是不小心走神了。要不是因为我，你不会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更不会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星辰，我们。
喂，周医生，我是严景志。我想问一下，我短期之内有没有恢复记忆的可能？严先生，一般治疗时间和病程长短成正比。你的情况呢，不是1次2次的治疗就能解决的。如果现在抱有太高的期望，效果往往会适得其反。那在治疗的过程中，我有没有可能经历第3次失忆？虽然这种想法很消极，但不排除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好，我知道了。嗯。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sorry。一大早的去哪儿了？那，给你带的早餐。哇塞，真帅！这么大一块火腿啊！以后能不能每天都有啊？我说你能不能有点富二代的样子？富二代应该是什么样子嘛？大家早。早，严总来了吗？那个在办公室呢。你们看什么呢？聂秘书，大新闻！快快快！大新闻！大新，快！公司股价创新高了，比那大多了。你看，你看。严总昨晚和甄念一块吃饭，被媒体拍到了。严总不会是想和甄念复合了吧？
严总，这是这2天要着急签的文件。你昨天下午没去周医生那儿？忙忘了。忙着和甄念吃饭吗？你们被媒体拍到了。下次这种事，你可以提前跟我说。你如果不想看医生，我帮你取消；你如果不想回家吃饭，我就不做那么多菜。你可以给我打个电话或者一个信息也行。你是因为我和甄念的事情生气吗？我没有生气，但是如果在我的记忆里，我认识甄念的时间比你长。景致，你来了。聂秘书，如果没什么事的话，你先出去吧。这边坐。严总，您和甄小姐的绯闻需要让宣传部来处理吗？你觉得呢？我们以后会经常见面的，难道每次都要澄清吗？那就不用管了，先放着吧。景致，你看热搜了吗？那些照片把我们俩拍的好丑，你知道吗？你看，是不是啊？你真的要这么做啊？没想到你这辈子竟然会主动约我，还帮我点好了菜。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和聂星辰有关。因为我实在是想不出来，你还会有别的事找我。我想让他主动放弃我。为什么？我给不了他想要的幸福。就凭你为他做的这些，他就已经得到了我这辈子都不会有的幸福。我今天不喝酒。不是想让我帮你吗？那就从喝醉开始吧。你一定会后悔的。也许吧，我希望后悔的是我，不是他。想去哪儿拍就去哪儿拍的伯爵旅拍，带您进入正片内容。喂，你要继续看合同不跟我说话吗？我们公司明年的珠宝代言，下周把合同送到你面前。别以为我会拒绝，这是你的谢礼，我应得的。亲，严总，这什么事儿？市场部刚发来的报告。知道了。聂秘书这么周到的人，今天连水都没有给我倒。抱歉，忙忘了，这就去。没事，我和景致的就行。
我先出去忙了。不是干嘛？我让他帮我倒杯水，你都不乐意啦？过去5年，他们什么都没发生，现在更不可能。聂星辰，做个大气的女人。严总，甄小姐的衣服脏了，买一套新的给她。她的尺码，设计部应该知道。好的，我这就去买，请甄小姐稍后。那我走了，景致，你先忙，不用送我了。甄小姐，还有什么事吗？我是想谢谢你，买的衣服很合身。不用谢。作为我们公司前任品牌代言人，设计部有你精确尺码。那我当你们公司下一任代言人的时候，就不用重新量尺寸了。看来这段时间我得保持好身材才行。聂秘书，下次见喽，拜拜。病啊！哦，你是不是上次跟头摔得不疼啊？什么意思啊？你懂我什么意思？我提醒你啊，你别再掺和严景致和星辰的事了啊！你们家星辰知道你在背后为他挖空心思，千方百计想维护他的幸福吗？需不需要我帮你传达一下？好马不吃回头草这个道理，你不会不知道啊？我当然知道，但赵总未免管得也太宽了吧？我吃不吃回头草，怎么吃，跟你都无关吧？跟我无关？你确定？好，约过一次会就是男女朋友了，赵总不会有这么老土的想法吧？我还有其他行程，赵总再见。哎，哇！哼，劲儿挺大呀，袭胸。哇！进。严总，这是今天的会议记录，放这儿吧。您还不下班啊？聂秘书呢？聂秘书早下班了，有什么事儿您找我也行。没事了，你下班吧。哦。你一直在等我？知道你不会很快下来，所以我去买了晚餐。为什么不先回家？怕你又躲我。你不生气吗？我生什么气？啊，如果你说的是你和甄念的事，我不生气，我相信你。有时候
人不一定需要爱情，但一定需要友情。在你失忆的那5年，是真念一直在陪着你，所以你们之间的事，你不需要跟我解释太多。你休息一下，我给你做饭。不用了，我不饿。既然不饿，那我们一起写日记。咱们好久都没有一起写了。我以后都不会再写了。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件浪费时间而且没有意义的事情。怎么会没有意义呢？如果你再次失忆，如果我再次失忆，我真的能凭一本日记本重新爱上你吗？我的爱情没有开关控制，我做不到收放自如。景致，上次周医生给我打电话，说你最近情绪反复，压力很大。你有什么顾虑，你可以告诉我。就算不能解决，我也可以和你一起分担的。我没有顾虑，我只想要一点私人空间。我不想每天被人逼着去看病，每天被人逼着去回忆过去。景致，你那不是病，我也没有逼你啊。你就算想不起来也没有关系的。那如果我的失忆一辈子都治不好呢？那我就当多谈几次恋爱，反正你每次都会爱上我的。
星辰姐，这是财务部的投资报表，他们希望严总尽快审阅。好。童心，能不能帮我个忙？严总，这是财务部的投资报表。放这儿吧。还有，星辰姐让我问您，美国总部那边要召开视频会议，时间定在今天下午3点，有没有问题？怎么了？严总说要与会人员的名单和会议议题。严总，把合同给我。啊。严总，会议的流程呢？严总，这是会议的流程名单。星辰姐说，如果您还有什么需要，随时找我就行。没事了，你出去吧。喂，好，我知道了。聂秘书，下午跟我去个地方。我下午还有工作，我让童秘书陪你去吧。廖夫人车祸去世了。廖总，节哀顺变。谢谢你们让我带着云华来这儿看最后一眼。云华，你为什么又不听话了？
发生什么事了？哎呦，严总，聂秘书一大早到公司，让我们把这个交给您。他人呢？他收拾完东西之后就离开了。星辰姐会不会是家里出事儿了？怎么这么突然啊？我也不知道啊。哎，老黄，你怎么也不问清楚啊？您倒是拦一下啊！对嘛？你们怎么都冲我来了？我到了公司之后，聂秘书已经收拾好东西了，把辞职信交给我之后啊，他就走了，我根本来不及问呢，好像是我错了似的。会不会因为是感情原因啊？我哪知道？跟走吧，跟走吧。星辰。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挂在天上放光明。不是你干嘛？我就让他帮我倒杯水，你都不乐意了。景致，你现在跟他说，你把我衣服给弄脏了，让他买套新的给我。你疯了？你不是想让他离开你吗？不然就凭我在这傻站一下午，他就能如你所愿了。你故意的？没错，不趁机报复一下聂星辰，我不爽啊！你自作主张，合同里面扣钱。心疼就直说。快去吧，严总，避免穿帮。他买好之后，你要亲自拿过来。去啊！那换我。
我说我把你衣服弄脏了。哎，别，不许！